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最近有很多网友支持我的创作，还有一位网友给我的很多视频做了目录，非常感谢。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官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存在哪些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话题，可以分很多期来聊。今天主要想聊一聊物质决定意识这个观点，以及它是如何改造和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多说一句，这期视频的封面图是我在柏林的马克思恩格斯广场拍的，这个雕像建于1977年，象征东德政府的意识形态。不过德国统一后也没拆，大家要是去德国了，可以来这里逛一逛。说回我们的主题，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在学生时代能感觉到这种官方哲学有问题，但可能并不清楚问题在哪。今天这期视频我并不想引用过多哲学的内容，只是和大家用日常的逻辑讨论一下。我们讨论的文本主要基于这本2021年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大陆的高等院校习惯称这门课为马原。马原和中国近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势与政策等几门课共同构成了中国大学思政教育体系，也是所有大学生不分专业和学院都要学习的必修课。关于中国学校思政教育的话题，我在之前的这期视频曾经聊过，感兴趣的网友可以点击右上角观看。相比其他几门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对来说算是哲学味道最浓厚的。虽然我自己并不认为这些政治宣传材料跟真正的哲学有什么关系，但为了叙述方便，还是暂且这么称呼。我们首先来看这本教材的目录，它分为7个章节，包括导论世界的物质性及发展规律、实践与认知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等等，后面我就不念了。中国人所熟知的那几句哲学套话，比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决定意识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共产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等等，都涵盖在这几章里。我想说明的是，以上这些话都是有问题的，要么是存在对马克思严重的误读，要么就是纯粹的胡说八道，还有一些属于正确的废话。我也会在之后的视频中慢慢分析这些观点。今天我们聚焦在第1章，世界的物质性及发展规律。这一章的开头就提到了几个学习要点，比如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决定意识、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方法等等。我们接着具体来看课本的论述存在哪些问题。第23页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作为对物质概念的总结性规定，是这样说的：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应。后面也说到，意识不过是物质的反应，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所以意识不可能成为世界的另一种本源。课本强调，这个说法是对物质这个概念的科学定义，表明了物质就是不依赖于人类意识的存在。那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呢？其实这是根本无法证明的，因为这个陈述其实就是说，独立于意识的东西就是物质。中国和苏联的官方哲学很喜欢把唯心主义描述得非常弱智，比如中国高中的政治课本曾经把王阳明列为唯心主义者。王阳明曾经说过心外无物，他曾说过，当你看一朵花时，这朵花才有了颜色，被你的意识捕捉到了，当你没有看这朵花，这朵花就是沉寂的。教科书就暗示，你看唯心主义者都是笨蛋，唯心主义者认为意识能够决定物质，意识不到的东西就是不存在的。但这其实是基于严重的误解。承认世界上有独立于意识的东西，并不能必然得出唯物主义，因为按照基督教的观点，上帝也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天使、魔鬼以及各种宗教中的神灵，其实也是不为人的意识所决定的，但他们显然不属于物质。我们知道，基督教有一种宗教哲学观点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认为，上帝是世界的造物主，在创造世界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而让世界按照理性的规律存在下去。这种观点与科学并不冲突。那种认为基督教在近代阻碍了科学发展的流行观点，其实是相当错误的。尤其重要的是，基督教对于上帝创世的论述是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或者经验性的证据来反驳的。但中国和苏联的唯物主义却直接断言物质是世界的本源，并且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这里我们可以问一句，列宁是怎么知道
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是能够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它的意识是如何认识到这一点的呢？对于这样一个独立于意识的东西，人类又如何能够建立起一套科学规律呢？我们知道，这其实正是英国哲学家休谟所批判过的独断论。当然，这是另一个庞大的话题了，这里先不细说了。在第24页，课本说道，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基本存在形式。时间是指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空间是指物质运动的广延性、伸张性。没有离开物质运动的纯粹时间和空间，也没有离开时间和空间的物质运动。课本的这种对物质的理解，也与现代物理学的两大领域相冲突，也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比如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不可能同时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动量。爱因斯坦在苏联也被认为是一个主观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而遭批判。当然，在人类的绝大多数社会活动中，的确不需要考虑那些物理学理论，但对于一个标榜科学的理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硬伤。接着再看第25页，讲述了意识的起源。课本说道，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客观世界的主观印象，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表现在意识的起源和本质上。从意识的起源来看，一方面，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即由一切物质所具有的反应特性到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再到高等动物的感觉核心理，最终发展为人类的意识。到此为止，教材解释了为什么物质决定意识，因为你的意识是靠大脑作为载体的，大脑是物质的，所以物质决定了意识。这个说法看起来很直观，但其实也是独断和教条的。人是肉做的，不代表人的意识是肉体决定的。一个人不需要懂任何科学或哲学也能知道，用棍子敲打人的头部可以把另一个人打昏，但知道这个并不能让我们对这个被打昏的人的精神现象有任何认知。这就好比一个作家写了一本精彩的书，你说这本书的完成总是离不开物质的，没有纸、笔、电脑等工具，作家是不可能写出书的，所以是这些工具决定了这本书的思想价值。作家的意识对于写作工具来说是具有依赖性的，但这明显是荒谬的。这种说法把意识具有物质基础混淆为意识是被物质所决定的。那些主张人的意识和灵魂具有非物质性的人，也认同身体是意识的载体，但他们认为身体并非意识的绝对必要的条件。当然，这个说法并不能由经验证实或证伪。中国的唯物主义在这方面仍然是非常武断的，它其实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物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人不过就是一台高级一点的机械装置。人类的意识活动完全可以还原为一系列生理反应和神经信号。那么，这些说法的来源和出处是什么？马克思本人是否认同物质决定意识的这种观点呢？其实这些东西主要来自列宁和斯大林的创作。1938年，斯大林出版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该书指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物质的反应，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该书还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并将其作为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中，马克思的确说过这句话，然而这句话是马克思对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哲学的批评，并非马克思自己认同的观点。斯大林明显误解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说，霍布斯把人的感性和情欲给抽象成机械运动和几何学，这样的唯物主义把物质当作一切的主体，也是一种毫无血肉和敌视人的哲学。这明显是一种批评的口气。然而，苏联和中国的官方哲学却把马克思所批评过的这种机械唯物主义奉为指导思想，这并非偶然的疏忽，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唯物主义能够为官方的政策做辩护。在官方的马克思哲学里，物质是第一性的，人的精神生活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也是要服从于物质和自然规律。既然如此，那么人的个性和自我就没有一种根本的价值，人的主体性、创造性都被无视掉了。然而，马克思所理解的实践是从主体的角度去理解的。实践活动是有主体性的人，按照主体的发展改变世界，而中国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则完全从客体的角度看待人的活动，
不理解物质是为人而存在的，也不理解自然规律。科学规律并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本质，而是为了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认识工具。官方哲学是从自然发展规律出发，推导出社会发展规律的。这就导致了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所谓社会规律、历史规律都是与个体无关的，并且是一种外在于人的一种神秘的、预定的宏大计划，人只是这个宏大计划下的一颗螺丝钉，只有少数人能够洞察这种历史规律。既然如此，那么社会的发展靠的不是人的创造和自主性，而是人的牺牲和服从，尤其是要服从于那些少数能够洞察历史规律的领袖人物。在中国，不论是官方还是社会，我们很容易能看到那种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方式。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官方热衷于宣传那些为了保卫国家财产牺牲自己的人，文革时期的模范人物龙梅和玉龙，为了保卫生产队的羊群不受损失，最终遭受严重冻伤。1969年，熏客县突发洪水，2根电线杆被冲入水中，19岁的金训华跳入洪水，想要挽救国家财产，最终牺牲。在大跃进时期，政府为了提高钢产量，采取的是让居民献出所有铁制品的办法，并认为中国人的群众热情是赶超发达国家的关键。所谓群众热情，其实就是牺牲自己的意思。然而，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固定的、有形的物质，诸如土地、能源，不再是最宝贵的东西，人类的自主性才是。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所说，在一个震荡不断、阴影重重的世界，唯一稳固的资产就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心智。物质终会消逝，而人类的心智和意志却能在迟疑不定的人群中发出璀璨的光芒，最出色、引人瞩目、有创意和灵活的心智才是闪光最久的黄金。大量有自主性的个体能够产生引领变革的创新，还能够产生平等的社会文化和良好的纠错机制，而这些都是强调物质因素的文化所不可能带来的。抛开官方的政治宣传，从社会心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唯物主义其实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思考问题的视野和角度。因为物质决定意识暗含了这样一层意思，个体的意识是受到整个社会物质条件所塑造的，而非独立存在的，因此个体更容易被视为集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当你想要主张某些权利时，你先得考虑一下你所在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阶段是否具备足够的条件。这可以为许多落后和野蛮的东西做辩护。现实中常听到这样的观点：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太讲人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一些时代局限性也是正常的。在微观领域也是如此，有人认为那些拐卖妇女的地区归根到底还是太穷了，所以拐卖的行为也是情有可原的。中国人目前加班太多，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富裕，没有到达可以提高福利、改善分配的社会发展阶段等等。同时，这类认知也会产生一些过于乐观的估计，比如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将越来越开放、进步和民主。然而，不论是对个体还是社会而言，精神的进步必须靠精神自己主观的努力和发展，否则即使处在一个物质发达的阶段，人的精神文明也是可以倒退的。另外，中国人也倾向于对人的心理问题做一种物质化的肉身化的解读，比如认为自己只是身体不舒服了，或者自己只是由于缺乏某些外在的条件而已，而很少从纯粹精神的角度解释心理现象，缺少对灵魂获得救赎的渴望，缺少对意义感的追求。然而在我看来，人的精神最终只能够从目的论而非机械论的角度去理解，精神总是有自己的目的，并且追求自我实现着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认同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看法。费希特认为，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分歧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素质或人格的问题。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个体人格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就容易对外在的世界产生一种依赖感，将外在的物质看作是本质的、决定性的，从而选择唯物论。但当他的自我意识得以提高，认识到个体人格的独立性，他就会发现，所谓的自在之物，那个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只不过是自我的创造物而已。这时他就转向了唯心论。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以后我还会继续讨论马克思主义这个话题。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